俄罗斯虽然签署了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但核按钮依然掌握在俄罗斯手里。如果乌克兰局势发展到非常不利于俄罗斯的程度，那么一纸文书能挡住战斗民族的怒火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美国表示不会走拦乌克兰加入北约，如此任性只怕会引起严重的后果。美国防务1号网站报道说美国政府已经拒绝了俄罗斯的要求，表示不会走拦乌克兰加入北约。美国的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对记者说，我们毫不含糊，不同意任何国家有这个权利可以否决另一个国家加入北约，北约有自己的流程。这等于是完全不在乎俄罗斯的底线的。我们推测美国政府的立场和1月3号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有关。如果不考虑核武器，俄罗斯无论在政治、经济、外交甚至是军事上都很难对美国造成直接的威胁。俄罗斯呢早就被西方政治孤立，德国政府换届之后，新任的外交部长对俄罗斯相当敌视。在经济上，俄罗斯除了石油、天然气之外，其他方面在市场上都不占主导地位，卡不住别人的脖子。而石油、天然气并不是垄断产品美国一度在2019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输出国，还有望在2022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的输出国。俄罗斯唯一能威胁美国的就是核力量，但是1月3号的共同声明呢，要阻止了美俄之间发生核战争，所以呢，美国对俄罗斯的态度就有点肆无忌惮了。但是俄罗斯虽然拿美国没办法，但对付乌克兰的手段还是很多的。如果乌克兰坚决加入北约，俄罗斯有足够的实力修理乌克兰，甚至可能采取克里米亚的模式促使乌克兰东部并入俄罗斯。如果事情到了这一步，北约按流程那是应该出兵支持乌克兰的，美国会带领北约出兵吗？基本上不可能。拜登早就公开表示，美国肯定不会为了乌克兰问题和俄罗斯打仗，这就意味着哪怕乌克兰真的被俄罗斯武力打击，美国也不会出兵。但是美国真的会眼睁睁地看着乌克兰政府在俄罗斯军事打击之下垮台吗？那也不会。那么美国会怎么做向乌克兰提供让俄罗斯头疼的武器装备，这是很有可能的。我们注意到在叙利亚，叛军和政府军展开了10年之久的厮杀，其中的一个重要情况就是叛军从来不缺乏反坦克手段，他们用导弹的打击政府军的坦克装甲车辆、固定的工事和火力点，让叙利亚的政府军吃了大亏。据可靠消息叙利亚叛军的绝大多数反坦克导弹都是美国提供的，因为美国情报机构在提供导弹的时候，要求叙利亚的叛军必须同步的拍摄攻击视频，并且上传社交媒体，发射了多少就给你补充多少，这样呢可以防止叛军偷偷的把导弹卖到黑市上赚钱。这种脑残的核算方式留下了美国干预的铁证，也暴露了美国政府的意图，那就是故意制造冲突的泥潭，让叙利亚政府和俄罗斯深陷其中。如果在乌克兰也来这么一手，那对俄罗斯来说当然是非常不利的。你不过问吧，乌克兰会迅速的倒向西方的怀抱，直接威胁俄罗斯的心腹地带。你过问吧，又很容易掉进泥潭，而且难以脱身。那将消耗俄罗斯大量的财政资源和人口资源，而这两样东西都是俄罗斯玩不起的。所以说美国人的坏，那确实是全世界独一份。但是搬石头害人，迟早要砸自己的脚。美国这样的挑逗俄罗斯也是非常不明智的。俄罗斯不会就这么轻易的被人牵着鼻子走。在叙利亚战场，俄罗斯介入之后用航空兵大量的杀伤反政府武装，帮助政府军收复失地，取得了很好的战绩。美国政府试图推翻巴沙尔政权的努力一直也都没能得逞。你向叛军免费提供武器弹药，那也是要消耗美国纳税人的钱的。俄罗斯虽然签署了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但核按钮依然掌握在俄罗斯手里。如果乌克兰局势发展到非常不利于俄罗斯的程度，
那么一纸文书能挡住战斗民族的怒火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